迎收听新一期的废话连篇，我是肥姐，我是惠子。好久没有跟大家做这种吐槽向的节目了，吐一吐更健康。而且我感觉啊，你看中秋假期刚结束，这距离下一个11假期这中间还有将近2个礼拜的时间，这个中间就不应该上班呢。就我觉得这个中间就非常难熬，就抓心挠肝啊，所以我觉得最适合就是在这个时间大家搞一些这种欢乐的发泄向的啊，咱们来吐槽吐槽。我们今天想吐槽什么呢？想来吐一吐社交当中，或者说公共场合咱们跟人接触，就但凡就是跟人接触这个场景，那些让我们有些不适的一些行为。现在不是很多人都说，哎呀，我特别不喜欢社交。我想了想，其实并不是我们不喜欢社交，而是因为社交当中真的有些人的操作太让人崩溃了。所以今天我们想跟大家吐槽的这些呢，有可能是我们生活里边大家都常见的，也有可能呢是我们两个人非常个人向的一些雷区或者说逆鳞啊，还有的呢可能是大家并没有那么厌恶，但是真的如果在社交场合当中出现了，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挺尴尬的一些行为。当然我们也欢迎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在评论区里边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把你觉得在社交场景当中让你感到不适的那些行为也可以在评论区里边吐一吐，保不齐大家能找到共鸣。另外我们可能也会讨论讨论，就遇到这种让你觉得很尴尬很难受的社交场景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游刃有余的去见招拆招。OK， 那首先我先来问问你，毕竟咱俩当中你是那个社交比较频繁的人，所以你在社交的时候有没有哪块是你的逆鳞？就是别人如果一旦有这个操作，你就会非常非常反感。我感觉最让我不适的就是那种在社交当中没有边界感的人。哦，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吗？比如哪种做法是属于没有边界感的？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那种刨根问底式的跟你聊天，查户口。对，我感觉跟他聊天，与其说聊天，还不如说是调查询问。比如一般都会问你些什么呢？你看我们不是生活在上海嘛，啊，很多人一下就看出来了你是一个外地人。这么明显吗？因为你不会说上海话呀。你怎么看出来我是东北人呢？然后他就会问你了，说哎，那你现在上海住在哪儿啊？那你是租房子住还是买房子住？哦，然后我就会说啊，我们前几年买了。说完买了，他眼睛马上就亮了，说哎，那你这个买是自己买的还是你爸妈给你买的啊？你跟你老公是每个人都出钱了吗？那现在你是贷款了还是说全款买的？你贷款的话，你每个月要还多少钱？问这么细吗？啊，真的，还问你是组合贷还是说就是纯的公积金可以覆盖？你说我给你一套组合拳，我还组合贷？你说你。然后每当被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好像我的隐私在被不断的翻那种感觉，就好像有个人进我们家门，然后各种翻你的房本，上面写的谁的名字。我觉得这也跟咱们两个人的性格有关，就是因为有些人如果遇到有人这么问的话，他会觉得非常冒犯，然后马上就可能比如说脸就拉下来了，或者说就不搭理你了，或者怎么样。咱们就属于那种感觉，也不能叫有礼貌吧，就感觉好像在社交场景当中不太希望这个场面太凝固，所以咱们呢又可能会象征性的回答一些他们的问题，但就恰恰是咱们这种你一接招完了，你就进入他那个节奏了，他就开始疯狂的要问你。其实我跟你讲，我也遇到过，而且就这类发问、这类调查户口这种，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2种特殊的场景，让我觉得非常难以接受。一种就是在出租车上。哦，司机，我跟你讲，狭小密闭空间啊，一旦有人跟你问起这个问题啊，就是你也躲不了，我总不能说我跳车吧，对吧？我总不能说我突然间开门就现在咵一下滚下去了，逃走了，不可能，对不对？是不是说你小伙子，你租房买房已经不重要了哈？你现在在哪个病房？然后反正我有时候就想打车，因为你打车，你比如你在小区叫的车，一上车马上他就接这个话头，哎呦，这个小区房价不便宜啊，你是买还是租的？就会问。另外还有一个密闭空间，如果要是被人问到了这种调查户口，也很尴尬。就是电梯里哦，我以前真的遇到过。我记得咱们俩租房的时候，我曾经在一个小区，有一个老阿姨就问我你是租的还是买的，而且他们是这样，就是你摁完你的楼层之后，他们才开口，就是他们可能都熟，就知道这栋楼里边几层几零几几零几是住的谁。哎，他看你摁这个楼层，他不知道这里住的是谁，他就会问：哎呦，你是这层楼新搬进来的，买的租的？马上就问你。对，他们为什么对这个事情这么好奇啊？他肯定是通过这个要怎么说吧，评判你。我当时说我是租的，他马上对我那个态度就非常糟糕，就是类似于说，哦，那你可得注意点啊，你们这个垃圾不要乱放啊什么的，就态度非常不好。但是我就后来发现，你在小区里要说你是买的，他态度就不一样，他觉得哦，你真是我的邻居，你是我的好邻居，年纪轻轻啊，就是在上海买房啊，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哎，那对于这种人，我们是不是得问他说，哎，阿姨，你是买的是租的呀？这个没有杀伤力，杀伤力。他问你了，说明他大概率肯定是买的。哦，你应该问他说：“阿姨，您退休金多少？您是正规退休吗？您是什么职称退休的？你是正处级退休的还是科员退休的？阿姨，您儿子结婚了吗？
阿姨您孙子上的是重点吗？这个小区应该不是什么学区房吧？那您孩子上学怎么办呢？阿姨您筹备学区房了吗？给孙子筹备学区房了吗？阿姨。而且我发现出租车司机除了会接上你之后问你在这个小区里边是买的还是租的之外，还有的时候经常问我一个问题，让我也挺困扰的。就比如说像我这属于一个自由职业，我有的时候出门打车的时候时间也比较不固定，不是那种早晚高峰，经常有时候司机问我说，哎呦小伙子，年纪轻轻这么晚才上班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最开始的时候我都非常礼貌，我说我这个职业就是这样，就是没有什么固定的时间。哎，这一下可了不得了，就马上把他那个话头开起来了。哦，你是什么工作呀？还可以这样啊？哎呦，年纪轻轻这样的话挺幸福的呀，哎，不用上班呢。然后问你家里这个，问你是不是父母怎么样呀，收入怎么样，就问一些很多东西。我跟你讲，我就没有这个困扰，因为我的司机是可以看到我去哪儿。我一般都是去精卫中心，他们都不敢跟我说话，他们就不知道，哎，我到底是一个患者还是我是工作者，所以他们就不怎么敢跟我说话，特别有礼貌。就是每次停，因为那个精卫中心它是一条单行道，如果停在对面的话，你还要横穿马路过去，他们都会非常贴心说啊，我需要帮你靠到这边吗？我说不用，你随便停吧。你说你最好下来帮我开门。但是我跟你讲，我也遇到过一个司机，就是在非上班时段接到我之后问我一样的问题，说哎呦你怎么不用正规时间去上班呀？然后我说啊我是自由职业，然后我自己挣钱什么。他说我就喜欢接你们这种单，因为我开滴滴就是为了认识更多的人，如果是那种上下班高峰的时候接到的人，我都问都不问他们，就知道他们是在公司里面打工的，不像你们这种非工作时间段出来的，一般都是老板。哟，你说谢谢司机夸我们，但是其实我们是打不上工的。其实我感觉除了这种就是对于你的隐私各种窥探的这种提问之外，还有一种那种物理上的没有边界感，也非常恐怖。我把这种人贴你非常近吗？不，我把它称为窥屏者。哦，哎，这个烦人，这个确实烦人。特别是在工作当中，他会问你在干嘛呢？好像很有礼貌，你刚要说，发现他的头已经在你的前面了，就已经凑过来了。然后这种时候我会觉得特别难受，虽然我的屏幕上面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不能给他看的，但是我就会觉得好像他侵犯到我了，就像把手指伸到我嘴里一样。你这个比喻还挺形象的，就是那个感觉，就像吃苍蝇了一样。对，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看的那个死侍和金刚狼那个电影里面，不是有一个人他的技能是可以把手伸到你的脑子里面，然后感受你脑子里面在想什么嘛？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现在在操作的这个屏幕已经像是我的一个器官一样，你直接过来看就有一种侵入性非常非常强。哎，其实我跟你讲，就这种行为，你别说是外人做，你会觉得很反感。即便是像咱俩这种情侣之间，如果互相这么做，都会让人很反感。对，这个我自曝，就是你自曝，我会经常会看你。以前是这样的，但是有一次我跟你提了，我发现惠子就明显有改变。以前惠子，我跟你讲，她就夸张到什么程度啊？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用手机很少的人，冲浪也很少，联络人也很少，所以冷不丁我拿起个手机，感觉好像在咱们两个人生活里边算是一个挺新鲜的事儿。然后惠子就说啊，你在看什么？一边问你在看什么，一边就会咵一下子头就冲过来，就开始看我的手机，就跟我刚才吐槽别人一模一样。关键是你知道吗？你每次挡的实在是有点太喧宾夺主了，就是已经挡到我都已经看不到我的屏幕了，然后你的头就在我的头前面，正正的挡住了我的视线。一般来讲都是我很着急的事儿，比如说你说哎我妈联系我了我一下就他妈联系她了什么事儿，然后我就赶紧过来，你又不回答我，然后我就很着急，我就赶紧过来。我知道那个感受是不好的，但是我一下子没有控制住我自己。我现在对自己在这方面要求是很高的。为什么我特别讨厌这种刨根问底，或者说这种窥屏者，这种没有边界感的人？不是说我特别有边界感，是我其实是一个不怎么有边界感的人，而且我非常了解，就是这些调查户口问你这些问题的人，他心里面在想什么，因为我会这样做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我是怎么想的。我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呦，我想知道一下你怎么样，然后比较一下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我真的是这样的，容易攀比。对，容易攀比，所以就容易调查户口，就容易窥屏。对，我就会觉得其实如果我被这样子攀比，我是很难受的，所以我就也在克制我自己。比如说像我跟六位姑娘，我们关系这么好，我无数次想要问她的公积金是多少钱但是我从来没有真实的开口过，因为我在忍。虽然我真的很想知道，大家就是像我这种没什么边界感的人要学我，就是你一定要忍住，
所以六维姑娘如果是懂事的话，听完这期节目应该主动把她的公积金数额先发给你。为啥我想知道呢？是因为那我们俩是闺蜜嘛，然后闺蜜也没有必要知道到这么个细吧。就我一直听说体制内这个福利好，公积金很高，那我很想知道能高到什么程度，对吧？公积金一个月7万，够不够高？我曾经就是旁敲侧击，我就说啊，听说你们公积金很高啊，然后他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我不知道怎么看。然后那个时候我还不死心，大家我这个是错误操作，而且我已经知错了，这样做不好。我就说那个支付宝上能看。然后我还把我自己的结给他，我说你看我是多少钱，其实这个也很侵入啊，对，人家根本不想知道你是多少钱，是万一人家最后发现你的比我的高怎么办？人家难受了。你这确实是教科书般的错误做法。对，后面我还特别想套他，我说哎呀，那你每个月贷款公积金还够吗？然后他说不够，我说那你贷款多少，要扣多少钱？我想算一下。但后来就是扯太恶心了。没有，后来就是我确实没有讲，我只是心里面这样想了一下，我也没有讲。但是经过这么多年，就前几天他还自己给我截了个图，说哎，我发现这儿能看公积金然后他就分享给我了。原来没有7万，只有6万7。对，我觉得我就是知道我是一个有点没边界感的人，没边界感的人脑子在想什么，我就其实挺厌恶的，人有的时候也会自我厌恶，所以我就会克制。我觉得大家得像我这样学习，就是知道这个东西不好，你自己不喜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现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会很注意这方面。比如说以前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今天我要去跟一个朋友玩，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呀，我是你的好朋友，我很想知道你跟什么样的朋友玩，去玩什么，会不会超越我们的感情。但是现在我不会这样做了，我完全就会告诉他说，哎，祝你玩得开心，太好了，你好久没出去玩了，你好好玩哦，完全不会去问他说你要去干嘛，就刨得很细。对，我觉得你这个做法非常的好，就是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想展示我们有边界感，得展示出来。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单纯的没看人家的屏幕，或者说像你这种，他说他出去玩了，你啥也不说，对方可能不会觉得说你是一个很有边界感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突出一下我们是非常有边界感的，就像你这种，哎，我要告诉你，你去好好玩，这样的话让你知道，你看我不在意这个事儿。对，我没有问你跟谁去啊什么的。我在这个看屏幕这个事情上面，我就有一个自己的习惯性的做法，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大家都用手机，有的时候比如说大家两个人在聊天，聊得非常热火朝天的时候并排走，突然间这个人手机来了信息或者来了什么电话，他要打开来就是要看一下，难免两个人的视线是朝同一个方向，很容易就看到人家的屏幕了。我一般这个时候会做出一个举动，就是我特意把头扭开，离开远一点，就让对方知道你在刻意的规避，不要看到私人的屏幕，这样的话人的心里也会舒服一点。就即便你的动作是很刻意的，或者说你在扭头转过去之前也已经看到了一些东西，也瞥到了一些东西，但这都不重要，就是你的那个态度很重要。我觉得在社交当中其实要让对方舒服，就是这样一个态度，你这样的话对方就觉得说，哦，你也很尊重我，那以后我同样的我也会很尊重你。而且我觉得有的没有边界感的人，他可能会给自己找一些借口，说我问你那么多是因为我好奇，或者说我关心你。但我感觉好奇、关心和这个窥私还是不一样的。对，你在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多问自己一层，我究竟是真正的对这个人好奇，还是说我想知道他的这些隐私，甚至背后有一些自己的小九九，想要比较一下，哎，我看看我是不是比他好。这种我觉得就是你一定要压抑住自己，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没有说有很大的问题，每个人可能都有一点这种窥私欲，只要你不要真的去发泄到别人身上，那你就是很棒的。你提到这个没有边界感，我发现我也讨厌有一种没有边界感的做法，就是不提前跟你打招呼，直接用你的东西，或者说跟你借东西，不好好使用你的东西，不保护你的东西，借完之后把你的东西用得非常的糟糕。比如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你经常能见到有些人，比如说用你的电脑，借你的电脑，结果他就拿手疯狂戳你的屏幕，你知道吗？包括像我们以前我们做这个视频什么的，我们有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大屏幕，我们的屏幕可能都挺贵的，就跟那戳，然后拿手在那里头蹭什么的，然后你就会非常非常心疼。对，因为你知道这东西你自己都不舍得这样，那你看到有人借了这个东西在用的时候这么去操作，你就很难受。但是这种东西你知道吗，在社交当中你又很尴尬，你不好直说，或者说你不好很凶的说，你只能说善意的提醒一下。但有些人对于这种提醒真的就是左耳进右耳出。还有些人可能跟你借车出去开回来之后，你发现车里边也巨脏，外边也巨脏，也没给你洗，油也没给你加，满油出去的，回来一箱油都空了，这也太不地道了。有些人是这种的。还有些人跟你借鞋子，
借衣服借裤子。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有同学跟你借篮球鞋足球鞋，贴身的东西你确实像我这种可能稍微有点洁癖强迫症这种，我确实有点受不了。但是我是一个又很难拒绝别人的人，所以真的就只能自己硬着头皮回来之后自己清理。我印象当中让我最难受的一次经历，就是我当时读高中的时候，我自己攒了很长时间钱，买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便签盒。那个便签盒它厉害的地方呢，是那个便签盒它可以抠下来之后往上换那个便签盒的图案，你也可以自己画。然后我当时就很喜欢那个东西，正经不便宜。你想想，我高中的时候，那应该是06、07年的时候，那一个便签盒要298块钱。作为一个学生我就靠那个天天夸八毛的零花钱就这么攒呢，抠抠搜搜攒到298。我记得当时还是邮购还是什么网购，我不记得了，反正是托别人帮忙买的一个进口的。买回来之后我拆开快递，哇，自己特别开心。我当时就在班级里头自己特别开心，在那里头看。结果我后边有一个同学，哎，你买了什么东西就这种，一下看到了，他比我还开心，一把就给我抓过去了，从我手里抓过去之后，他在那叮当看，然后问我说，哎，你这东西怎么换什么，他在那抠，咵一下子便签盒整个掉到桌子上。然后我那个便签盒是整个是一巨大一块亚克力的，直接他那个角摔到桌子上，整个角摔掉了，摔碎了，就是把一个角磕掉了，把亚克力的一个角磕掉了。那不就坏了吗？坏了。关键这东西你知道，它到我手里头可能都没有10分钟，我刚拆开快递，我自己都没捂热乎呢，他一把抓过去玩了半天，摔坏了。当时我心里头拔凉的。关键更让我觉得拔凉的是他的一句话，他把这个便签盒都没有给我安好，就这么捂了一下子塞给我，边塞边说，这样也不行啊，这东西我的天哪，我觉得这个人太不负责任了，而且他是一个胆小鬼。他这样说其实不是他不屑，是因为他无法承担那个后果，他很害怕，所以他就推卸责任，说这个东西质量不行啊。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年代买这个东西就很复杂，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维权呀、售后啊什么的。当时我就是自己吃了个哑巴亏，就这个东西就这样我就坏了，放在我自己的那个桌洞里，我特别难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平复我的心情。当时我的做法就是我也没有办法跟他吵，因为我也觉得好，他也不是故意的，我也没有办法让人家赔，就你很难说出口让人家赔你这个东西，因为在他眼里他觉得说还能用啊，有什么不能用的，你懂吗？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让人最难受的，就是这个东西如果是我自己使用，它将会是一个很长时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本来就是你很珍爱的东西。对，所以后来我的解决办法就是我又攒了很长时间钱，又买了一个。你为他的没有边界感买单了，所以我自己就非常在意这些事情，所以我从来不跟别人借东西。我就是觉得在这方面我这个边界感一定要掌握好，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很珍惜我自己的东西，如果被别人借出去用坏了，我会非常难过，并且我不好意思跟人家开口，让人家修，让人家维护，让人家赔，所以我会选择我尽量不去借别人的东西，因为我担心如果要是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人家也会不好意思开口。就像我们之前还没有买车的时候，我经常就很自来熟说借我哥的车开，我觉得没关系，但是你当时就是每次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对啊，我非常不好意思，而且我每次借你哥的车，一旦开完之后，我一定是会把它洗干净还给人家，油加满，洗干净，停回到人家停车场那个位置。我感觉我哥每次都很希望你借走，因为你借走之后，他整个车会变得更干净，就干净100倍。因为本来他们家2个小孩就造的挺脏的，但是每次我们用完之后，东西都规整好了，还会给他洗完，就香香的。你刚才说那种就是你讨厌的不说直接拿你的东西用的人，我感觉他们好像就是那种自己觉得自己跟你很熟，然后觉得好像拿你的东西并不会对你造成什么影响，就他完全没有想过你是怎么想的。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一个人，在以前工作的时候我们一起出差，然后我跟他是一个房间住的，他什么都没带，就是什么洗浴的呀，然后包括洗脸巾，女生不是会有那种一次性的洗脸巾嘛，他全都是用我的，然后每次用完之后还要说，哎呦你这个真好用，以后出差我都不用带了，都用你的。我天哪，很恐怖。然后最搞笑的是第二天我们换了一个酒店之后呢，我们那个房间的淋浴是好的，另外一个同事的房间的淋浴是不好的，他在没有跟我说的情况下就邀请那个同事来我们房间淋浴，同时还跟那个同事说，你快用他的那个洗浴用品特别好。但是我当时就没有提出来，
去跟他说不要用，就你不知道怎么提。对，这个事儿我觉得难就难在就是咱开不了口。当然我觉得肯定有人是能开得了口的，就说哎你凭什么用我东西怎么样的。对，但我们两个人真的确实不行。对，后面他甚至是还没有出差之前就问说你会不会带那个洗发水，带的话那我就不带了啊。还有一次遇到没有牙膏，然后他说那你买一个到时候我用你的。我天哪，那怎么说得出口的？对呀，我也觉得他怎么说得出口，所以你很难回复他，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就你遇不到这种人，你都没有办法练习。哎，但我跟你讲，我是有一次在一个咖啡厅里头遇到了两个人，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场景。两个人就是怎么说吧，两个人其实心眼都不纯，但我就亲眼目睹了两个人就是以恶制恶，对，斗智斗勇，然后最后有一个人赢了，就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这个场景。当时我在那喝咖啡，对面坐着俩人，两个男的，他们俩呢好像是朋友出来见面，两个人都开车了，都停在这个商场的这个停车场里头。他们两个人好像待会儿呢又要一起出去吃饭，然后吃完饭之后才各回各家。然后这个时候呢，其中一个人就提议了，说待会儿咱们去吃饭，就没必要开2辆车去了吧？啊，就开1辆车去就行了吧？很合理啊。其实你能听得出来这个人的说话的深意，他的意思就是说，就别开我车了啊，就只开你车吧。结果呢，另一个人说，哎，对呀，我也这么想的，咱俩没有必要开1辆车去了。哎呀，要不就开你车去吧？他就直接说了，就开你车了，反弹了。然后这第一个说话这个人呢，他也挺聪明的，他在那说，他说，哎，其实呢，开谁的车不重要，他说主要是我累了。我不想开车，他心想说，你看我这么一说，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开我的车，就可以开你的车了？结果你猜那个大哥怎么回复？大哥他说，那你累了，行，没问题啊，那我开你车不就行了吗？哇塞！然后这个人就当时你知道吗？我肉眼可见他就是被顶了一下，就一下子措手不及。然后他说，行，那你开吧，你开我车。但是当时那个场面我能感觉到，就是两个心机鬼在这边搞心机，就电光火石，就感觉宫斗剧里面两个人段位都挺高的，有点这感觉。就最后皇上反正都不知道砍的谁。我感觉开车这个事情确实很容易，朋友之间有的时候会有点暗自不爽。就之前我记得我哥和我嫂子他们有一对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几乎可以算是就是感觉像生活在一起一样，什么事情都会分享。但是我曾经也听到过他们抱怨，就是说每次出去玩，那一对夫妻都是要让我哥和我嫂子去接他们，有的时候都是不顺路的，就是你接了他们，你还得给他们送回去。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人都是将心比心的嘛，就有时候是我来接送，有的时候是你来接送，咱们就是换一换。我觉得只开1辆车我非常赞同，因为这样停车费呀，然后各种麻烦都省了。但大家都得这次你下一次他，就不要老是同一个人。我之前在小红书上还看到过一个场景，就是同事蹭车。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难去拒绝，但是你觉得非常恶心，就咱们自己别这么做。他们经常会有人发在网上，就是说他的同事给他发消息说我们住得很近，可能几乎就是对门这个小区，那每天你都是开车上班的，反正你本来就要开车上班的，那你就带着我呗，我还可以没准给你交点钱，你还可以省点钱。就是他从自己的角度思考是这样的，但其实车主有的时候会想说，我也不要挣这个钱，而且我喜欢自己开车上班的这个感觉。所以很多时候那个蹭车的人，他就是完全站在自己的角度在思考这个问题。对，我觉得很多没有边界感的人，他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是他圈出来的规则，而且他甚至觉得我已经为你想好了，你看我坐你的车上班，你相当于顺风车，你还能挣一点钱呢。那没想到人家觉得我每天还得等你，我还得跟你联系，哪天你不坐这个车了就很烦啊。他想不到这些，他只觉得我甚至还给你好处了。你刚才说到这个，有些人觉得自己的提议其实是为你好的。我发现还有一个场景很容易出现这种人，就是在餐厅吃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就有的时候你去到一些餐馆啊，有一些老板或者主厨，他们也属于这种可能也是边界感有点弱吧，或者说有点过分热心了，就是非常喜欢来给你讲解自己的菜品，甚至有的时候他们还要手把手教你该怎么吃这个菜品，给你喂到嘴里，要盯着你，一定要按照他的要求来吃。这个我记得一次，就是我们以前很喜欢在嘉里中心地下吃一个印尼菜。在这家饭店我最喜欢的是它的那个牛尾汤，但其实牛尾是会有一点膻味的，然后在印尼做法里面它可能会配一个辣椒酱，是青色的一种辣椒酱。我承认那个辣椒酱非常的好吃，但我这个人品尝美食是喜欢循序渐进的，我要先尝一下它的原汤，
然后再加上这个辣椒酱，最后再把这个牛肉拿出来蘸这个酱吃，是分3步的。但是这个店的老板他好像对于这个菜他有执念，端出来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你一定要把这个辣椒酱加进去吃才好吃哦。我说好的，谢谢老板，谢谢你的提醒。然后他就一边走一边回头，他就看你有没有加。后来他发现我没有加，他立刻一个急停，然后又回来跟我说，小姑娘，你没有加，你一定要加，不然不好吃。我说好的好的，以至于后来我再去吃，我都有假动作。他说加，我说好好好，然后空的，转一转，哦，真好。我也遇到过一次，我们有一次还是工作上面的一帮人，我们一起在外滩吃一个日料，来给我们上菜的除了服务员之外，偶尔会来一个类似于穿着厨师打扮的一个人，岁数蛮大的一个大叔上来上菜。他一开始上了几次之后，每次上呢都会给我们讲解一下，说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什么原材料，什么做法，然后讲出来它跟什么其他店不一样的地方。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挺好的，我们说哎呦，有人给我们讲解这个东西我们也了解了解这个不一样的做法。结果后来发现呢，他每样东西上来他都要上来讲，甚至我们点了一瓶清酒，他都要上来讲，说这个酒是怎么酿的，这个酒你应该怎么喝，什么温度喝最合适。你知道我们是一帮工作上的人，大家还想聊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开启我们的聊天。我们刚要聊，他就进来了，进来就开始讲这个菜要怎么样，这个菜怎么样。后来你知道吗，他就实在有点太打断我们了，然后我们就也没辙，我们就只能听他讲。然后我们就开始捧他，你知道吗？我们这帮人也挺有意思的，我们就开始捧他，疯狂的夸他，说哇，你这东西你讲的太有道理了，你做的太好吃了，果然像你这么说就是味道不一样。然后给大叔说开心了。你知道大叔后来做了一个什么举动？大叔给我们上了一大堆东西，说这些都是厨房今天做不完要扔的东西，剩下的反正做不完也要扔了，全部送给你们，就是全做好了送给你们。我们当时都懵了，就是第一次，就是你想想日料店的食材可不便宜，通通全部做好送给你们了。然后还送了我们很多什么喝的，这个那个，你知道我们当时就说，我们就要继续捧下去，应该这个店也就送给我们了。我天哪，我感觉这种老板就是他肯定是觉得这样子好像可以拉近自己跟客户之间的距离，同时他很在意就是你吃到的这个风味是他设计过的那种风味嘛，他也是好心，但有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挑场合，就他不会拿捏那个尺度，他有点过了，他就太侵入你了，你知道吗？我们无数次在他走了之后，我们是个包厢，把那包厢门关上，然后每次他进来之后，他就把那个包厢门开启状态下锁住，就是不让你关，然后我们就每次还得去解锁，然后再关上。就他特别喜欢让这个门开着，因为他可以方便他经常进来，方便他侵入你们的边界。对对对。其实你知道吗？你刚开始说有一个场景特别容易有人就想要指点你，我想说，哎呦，那这个场景很多呀，比如说像学校呀，对吧？课堂呀、讲座呀，这些就是确实很容易发生。没有想到是餐厅。哎呦，我跟你讲，餐厅太多了，除了厨师过来给你讲解指点之外，我有的时候还受不了，就是在餐桌上，尤其是这种家庭聚会，你遇到这种长辈给你点评菜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这个人有个自己的习惯，就是我吃饭的时候其实不怎么说话。就我喜欢专注的吃饭，吃完咱们再聊天，食不言寝不语。对，有点这种感觉。但是你就受不了那种在餐桌上上一个菜尝一口，马上这菜做不行，这菜做差远了，你直接点名我舅就可以了。我跟你讲，不光你舅，我们家也有，我姨父有几个姨父，我舅经常有的时候这不地道，咱大连根本不是这么做的，哎呀，这做法都不对，没过油，没够呛。而且最牛的是每次都是几个男的说了起来，然后你问他们做没做过啊，没做过，就很难理解啊。对，你经常有的时候以为他们就是很精通厨艺，对，后来一问不会做饭，就会评价，就会评价。关键我爸还说，他说我就是不会做，但我就会说，怎么了？我说的是对的。你说到吃啊，我感觉在我跟朋友交往当中，有一件事也挺让我困扰的，就是那种内心坚定但是又假客气的人。怎么说？就是他很想让渡自己的自我，把边界感给你，让你可以带他去吃一些你觉得好吃的东西啊，就是把选餐厅的权利交给你。对，包括在到了这个餐厅之后点餐可以让你来点 OK， 但实际上呢，就是你给他发了几条说我想吃这些，因为他每次都会问你你想吃什么，我们就去吃你想吃的，我很认真的挑选。最后他说这几家看起来都不太行，还是去吃这家吧。然后发来一家他想吃的。点菜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选了半天说这个好那个好，他说这里有一个套餐，这个套餐很划算，我们就吃这个套餐吧。我说那你一开始就说吃这个套餐。
就我觉得这种假客气让我觉得有点难受，但我倒不觉得说讨厌，我会觉得啊，这个人应该是蛮坚定的，有自己想吃的东西，我有的时候会欣赏，因为有些情况下我也会这样。哎，但你这么说的话，我要是那个选了半天最后被全部否掉的人，我会心里挺难受的，因为我真的是很用心的在选，我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啊，我甚至做了很多功课，选了3家餐厅，说咱们今天晚上在这3家里边挑一家，结果你咵全给我否了，然后随便扔一个你喜欢吃的，那我会觉得说，那我时间白白浪费了。我前段时间就经历到了，就是我跟我的朋友说你来挑，然后他挑了2家，其实我都不怎么想吃，但是我经过了这样一段思考，我想了一下，如果是我的话被否了应该是难受的，所以我就立刻挑了一家就是我认为还不错的，我说哎就去吃这家吧，挺想吃的。后来我俩去了，事实证明确实也挺好吃的。但我还是可以给大家支个招，如果说真的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是我啊，我可能会这样做，我会引用他的那个餐厅说，哦，既然你觉得这家餐厅这么好吃，那我挺想尝尝的，也很好奇，不过下次我们聚会的时候就从我这几家餐厅里挑吧，因为我也花了很长时间，我也已经被吸引了，我们就这样说定了吧，就这样让他再给我一个承诺。你这话术不错。对，你这么说就让我想起来，我感觉在我身边目前我接触过的人里面，在大家一起出去聚餐，关于选餐厅这件事情上面做的最让我觉得好的就是毛书记。毛书记其实我发现他是一个挺挑食的人的，他有很多东西不吃的，但是我们每次出去大家说一起聚餐选个餐厅都会询问他说，哎，这东西你吃不吃，那东西你吃不吃。我发现他是一个特别随和的人，他就会说，他说这东西我不吃，他说但是你们不用管我，他说你们想吃什么都可以，他说因为我到哪家餐厅总能点出一些我可以吃的东西，他说如果你们要都是为了我说要挑一个我特别特别喜欢吃，他说那没必要，他说我有很多东西不吃，他说所以大家你们就更多其他人喜欢就 OK， 我在任何一家餐厅我总能找到我喜欢吃的东西。我觉得这也让人很舒服，像我有的时候在社交中还会遇到，就是别人特别为你着想的时候也挺难受的，就是说哎呀惠子不吃辣呀，或者他不吃香菜，那我们就不能去这家餐厅了，我就会有压力很大，我就会觉得哎呀好像是因为我的原因，其实大家不用。然后在吃饭这个场景下，我还有一种让我特别特别头疼的，就是有人请客吃饭，但是自己什么都不吃，然后疯狂让你点。很多相亲的人会吐槽。是吗？真的吗？对啊，就是相亲的时候，其实对方他想要节约成本，因为他可能相亲太多次了，完了他又不能说不吃饭，他就节约自己这一份，就让你点。我吃过了，我吃过来的，对，我吃过来的。我刚才来之前吃了4个汉堡，一点都不饿。刚才就去外滩那个肥姐他们那个包厢啊，那个日料店剩下的东西我都吃了。我跟你讲，我们家有一个亲戚，我的一个表姐，她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她是这样一个人？她不是相亲的原因，她是有原因的。她是一个特别特别节俭的人，甚至节俭到有点，咱就说纯粹的是抠门，葛朗台那种水平了，非常非常抠，就是这种挣1块攒1块的，甚至恨不得就是像我们那边话说，就是1块钱能捏成个盆儿，就这种感觉。但是我姨妈不希望她这样，我姨妈说你这样的话你交不到朋友啊，你这样的话就是用我们那边的土话叫无把开门，就是无把开门，就是你完全自己把自己捂在家里了，你也不愿意打开门去跟别人，没有门把手的，你将来谈不了恋爱，交不了朋友，甚至他说你可能跟亲戚之间的感情都断了，因为你也知道我们家里很喜欢走动，今天这个姨请，明天那个舅请，今天我们家请，明天他家请，大家经常要聚会嘛。然后我姨妈就跟他类似于勒令他说，你得去请一请你们这些同辈儿的这些兄弟姐妹吃饭，因为本身他的收入也挺高的，就让他请我们吃饭。你知道他每次请我们吃饭就是这样，请我们去到一个餐厅坐下了，咵菜单扔给你们，你们点。然后我们就说姐呢，你也点。我不吃的，我不吃，我减肥，我不吃，我什么都不吃，你们点吧。那我们谁敢点啊？对啊，你就说谁敢点啊？而且他这个葛朗台是出名的，对，你又知道他是这个情况，真的不敢点。我跟你讲，我们有时候真很慌的，而且你点不敢点贵的，就你不敢点你真心喜欢吃的，你得在里边控价，你想说哪个是他能接受的，怎么吃让这顿饭不至于让他太难受。然后有的时候甚至他会刻意为了做出来，就他属于那种表演非常拙劣的，演技非常拙劣的，就是他要故意的做出他很大方。比如说我们点了一轮已经吃差不多了，他会马上又叫服务员再来点，你们继续点，再点，快，现在立刻再点，你们肯定没吃饱，再点，就要逼我们点，就是为了彰显他不抠。但其实是很抠的。对，所以我们很难受，你知道吗？我们每次跟他吃饭就很难受。我感觉在社交当中，这种饭局什么的，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真诚。就像我们那个省钱妹子，她跟我们吃饭，她就是说清楚的，我们人均不能超过100。
那我们每次挑餐厅，我们都是卡着的，卡着的，对，101都不行，卡死了都。对，必须得100，这种90几的是最好的，因为这样对我们也友好。我们觉得，哎，我正好能吃到预算的最高值。我觉得这个我每次都挺开心的，就是大家都没有那种说就是装着的那种感觉。对，前面说了那么多吃饭的，怎么感觉好像我们俩社交只有吃饭这一套一样的？还有别的吗？我觉得刚才讲的那一大类，你一开始给它的定位就是说没有边界感嘛。其实我觉得在社交场景当中，还有一类跟这个没有边界感很类似，它也是很侵入或者说很霸占整个这样社交过程。就是说跟你社交这个人，他的自我太大了。就是有点像是他就是自顾自，他完全不在意跟他社交这些人其他人的感受。我懂了，这个就跟打游戏的时候突刺那种，前面讲的是那种突刺，就是过来侵占你，但是你说的这个自我很大，就是他放的那个技能是一个扩散技能，就形成一个圈，然后过来攻击你，你都没办法逃。我遇到过最典型的这种，就是有些人跟你社交，本来你想这种社交大家一起聊天的话，两个人应该是你来我往的。我遇到过有的人就是完全不给你任何讲话的机会。你妈不就是吗？你上次就说了，我妈这种还不一样，我妈她是希望把这些事情告诉你，然后听一听你的反馈，这样的话她跟你就有交流了。我遇到的那种呢，她跟你讲的事情根本不需要你反馈，她跟你讲的都是什么？她跟你讲的都是她的生平，她的人生经历，就感觉很像是现场她在给你表演一个她的人生纪录片，从头讲到尾，从她最开始干什么，后来干了什么，现在在干什么，给你一顿讲，你完全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插话。你听完之后脑海里面应该就冒出我也没问呢，就这种感觉。就听完之后就很想说那行回去等消息吧，看我们录不录用你了。我想起来我前段时间学车的时候，那个陪驾的老师就是这样子的，他是一个上海人。陪驾的老师、叫陪练吧？啊，陪练就是陪驾的老师，就是陪着我驾驶。不是，你以为是跟我一起来的呢？他是上海人，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自认为他是一个上海人来陪驾，似乎有点跌面子，他就会说我其实是财富自由的然后就从他怎么做生意，然后后来怎么生了个女儿，怎么移民出去，在美国遭遇了什么，然后又因为什么原因回到了国内，为什么不愿意去美国，现在我又希望开一个什么民宿什么，反正全给你讲了。整个人生从经历到未来规划全都给你讲清楚。对，当时我就心想说我这是开在什么路上吗？我开在你的人生大道上。当时我都不知道回什么，很尴尬。对，就遇到这种人跟你聊这个，你是真的不知道回什么，因为咱也没有办法像他一样说把咱的人生经历也讲一下，因为两个人如果要在这里头互换这种东西的话，其实我觉得就反而更尴尬。对，但你说的这种是在社交当中，他好像看起来很投入，就很有表达欲，要跟你说很多话嘛，对吧？这个让你觉得好像有点不舒服。我有一种让我觉得不舒服的东西是反的，就对这个社交不投入。对，如果我跟我朋友出去一起玩或者聊天，他一直在看手机的话，我就会特别难受。而且这种人现在越来越多了，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也不怪他，就是因为手机对现在的人越来越重要了。但是作为坐在对面的那个人，你还是会很难受的，因为你会想说他手机里面是不是还在聊别的人，那我在这线下跟他聊呢，他线上那我算什么呢？对呀，我算你的什么呢？你说清楚呀。有什么事情这么着急，我们两个线下再见面，你线上还要再聊着呢？就会让我觉得挺难受。而且很多时候就是你讲话讲到一半，他看着你的眼睛呢，突然他就开始看手机了。就是你的目光本来两个人是滋滋滋有闪电的，突然就没有了。完了之后他还要在那还答应呢。对，答应。然后完了，他手机上面回复结束了之后，他的眼神会重新回来，并且带着一股有点茫然的感觉，但同时他又要装着他好像在听，但你知道他根本刚才你说的那些东西他没有听到，已经神游了。对，这种感觉是很不舒服的。你这么说让我想起了我高中有一个同学，我高中的同学真特别搞笑。我高中的同学你跟他讲任何话，他就始终是你刚才说那种状态，然后你讲完任何话，他每次第一个都会先说一句就是你懂吗？就是那种有点天真那种，就是好像我完全什么都不知道就每次都这样。你不管跟他讲什么，你比如说你说你说那个咱今天做这个卷子要做第几套来着你说咱下午是什么考试来着就是他永远都是感觉他接受不到信号。最开始我们以为就是他可能在投入做什么事儿，他确实没听见，所以他一我们就会重复一遍我们刚才说的话。后来我们发现不对，那你总不能什么都听不到，每一次都后来我们摸透了，他其实听到了，他就是有点像是那种肌肉反应。
他就必要啊一下。后来是他同桌想到了一个办法治他，就比如说跟他说，哎，我们今天要做第几套卷子来着？别啊，没有，他说啊，然后他同桌就不说话，就这么看着他，迷之微笑看着他。过一会儿他就会非常尴尬，他说哦，你问我做第几套卷子是吧？就他其实听到了哦，你只要给他点时间，他就能想起来你刚才说的是啥。就是他这个大脑处理好像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对，有的时候人是有一些口头禅，你就从这儿学的吧。你有的时候也这么对付我。什么？就我有的时候就是会问你，哎，你刚刚说什么？你就不说话，然后过一会儿我就会回忆起来你刚才说的。对，因为这是我觉得，哎，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在社交当中大家可以学习的。有的时候别懒，我觉得我会再问一遍，是因为我懒了。声音是被我耳朵接受到了，但是我大脑没处理，在缓存区呢。对，其实你再想一想是能想起来的。你得点击那个下载到本地文件。对，但是我觉得我跟你熟，你再说一遍也没事儿，我就顺口问了。但其实这个东西一不尊重人，对吧？二又增加别人的负担。其实我们应该自己再好好回忆一下，到底有没有记得，或者你觉得你好像没有听得太清，你可以回忆起来之后跟人家确认一下，说你刚才说的是这个吗？我觉得这就很有礼貌了。刚才我说这个线下突然看手机让我很不舒服嘛，线上也有一种类似的情况让我很不舒服，就是当他主动发起聊天，并且提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的时候，你很快的很认真的回复他之后再无音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就可能他问了你这个问题，然后突然他就有别的事情去干了，然后他就忘记了。就是聊天是他起的头，对，但是你应和了之后他没有下文了。对，我觉得这个会让我觉得挺不舒服的。偶尔几次就算了，可能他突然有重要的事情被拉走了，但我就会觉得就算有再重要的事儿，你也可以回一句说，哎呦，我虽然问了这个问题，但是我现在突然有事儿了。因为我自己很讨厌这个，所以我就一直有这样一个习惯。有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我很想跟六维姑娘交流，我就会跟她说，但那个时候可能离我咨询只有5分钟了，我会马上说，哎呦，但是我马上就要去咨询了，你看着我这个问题，待会儿我过来再跟你聊吧。我会马上跟他回这样一条，这花不了你几分钟。对，但是如果说你不回他这一条，他可能自己在那说半天的，因为你提出的问题有的可能会比较深入的，而且我觉得别人会等啊，别人回复完之后会等你啊。对，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说，哎，这个人这么着急跟我开启这么一段对话，我肯定要等他的回复，我们俩要继续深度的去对话呀，我要等他的对话呀。人在等你，岂不知你那时候已经去干别的事儿了？那你这人不在这苦等吗？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这个线上线下的切换啊，我觉得是现代人非常需要的。就我有一个朋友，我们经常一起线下见面的时候，他也会看手机，但他每次都会说，哎，我现在有一条信息要回，我回一下。哎，对的。就他不会还要假装说我虽然在回信息，但我耳朵在听你，他不会，他说，哎，我现在要切换下去了。对，而且说你可以先稍微等一下。对，然后他还会告诉你结束之后，哦，哎呀，刚才那个不是很重要，或者同事又找我，就是他会告诉你说刚才发生了什么。我觉得线上，然后你突然要切换到线下也一样，你就说，哎，我突然要去吃个饭，或者突然邻居敲门了，就你得有一个这样切换的过程，不然人家就觉得你消失了。因为现在的人有线上身份，有线下身份，这个切换你一定要展示出来。对，我记得我之前也有过这个毛病，虽然我平时很少跟别人聊天啊，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会跟我爸妈聊天，经常有的时候跟他们说说话，说完之后呢，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发现他们回的这条信息我也不需要再回什么了，差不多就是收尾了，然后我就不去回复了。但有一次我爸妈就跟我说经常有的时候跟你说着话你就没信儿了，有的时候也不知道你是咋了。他说但是爸妈在这边等你呢，还在这等你回复，就他们可能不像年轻人知道你可能是去干别的了，他们不知道，他们说我们就等啊，有时候等很长时间等不到你一个回复。他说如果你要觉得这条信息爸妈说完之后你没什么想回复的，你哪怕回个表情 OK， 或者回个好的也可以，就我们知道你最后的回复，我们也就不等你了，这事儿就结了。我是那个时候知道的，有点像是被我爸妈教了这么一招。不过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困扰，就是线上聊天每个人都有习惯，有的人习惯把聊天截止在对方那儿，有的人习惯把聊天截止在自己这儿。如果2个习惯把聊天截止在自己这儿的人遇上了，那就完成不了了。再见OK 还有一种我觉得让人特别不舒服的，就是在跟你聊天的过程当中啊，不管你抛出什么样的观点，他永远都是不赞同，他永远都要反驳你，就是那个小区门口出车的那个杠呗，抬起来抬起来而且这种很容易让人有一种扫兴的感觉，甚至有的时候都给你火都给你聊起来了。我记得我听过最让我火大的一次，就不是有人跟我聊，是我旁听的一个。我觉得我要是当时身处那场聊天，我肯定就掀桌子了。你还去旁听别人聊天？当时我们在一个餐厅吃饭，那个餐厅的桌子布置的非常近，我们右手边有一桌人
是一对夫妻和一对还没结婚准备结婚的未婚夫妻，就是情侣。所以你是被迫旁听？离太近了，不得已听啊。而且他们声音特别大，他们在聊什么呢？是这对新夫妻，他们好像从外地刚来上海生活，咨询这两个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很多年，也有可能是本地人，咨询他们说我们要在上海买房子，应该选在什么样的地方，我们有多少预算，应该选哪里，就这么一个对话。其中呢，来求助的这帮人呢，就意思就是说，我们也没有想要住，因为我们的钱有限，我们可能买的房子并不能够满足我们想要住的这个水平，所以我们可能还是会租房住，但是呢，想要把这个钱买一套房子投资，将来可以保值或者怎么样，当时他是这么个想法。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两个前辈夫妻，其中这个男的就说话了，这个男的就说，如果你要是想要投资的话，我还是建议可以买的面积小一点，买在市区里，这样的话比较有前景。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先且不说这句话说的对不对啊，就在这个男的说完这句话之后，他老婆非常生气的敲了一下桌子，说你放屁。我当时一下懵了，我听到这个我想说，天哪，他在放屁。我倒要听一听不放屁是什么样的一个策略。因为我以为他说就是人家这个说买一个小的买到市中心有投资前景，这个是放屁，那他有一个更好的策略嘛？主要是我听了之后觉得好像我也是那个放屁流的，我也觉得是这样。真的，我当时想说，我也觉得这个屁放的是对的，但是你现在说我们都在放屁，那我想听听你的投资策略。是是是。好，这是你知道这大姐说出什么话吗？大姐说，你放屁，你们就应该买的小一点，买到市区中间，这样的话才有前景。我说，我当时都懵了，我说这不就是刚才大哥说的话一模一样吗？又放了一个屁。所以当时我后来再多听他们聊天，你就发现这个大姐就是她老公不管说什么，这个大姐都要反驳，甚至都已经反驳到这个程度，就是这个她不是反驳，她只是态度上反驳，内容上是一样的。对，就是其他的她就一直反驳，所以她反驳太多了，以至于这个人说的是对的，她也要反驳一下，然后重复一遍，这个话必须要从她嘴里说出来。当时我都懵了，这是我跟你讲，我人生活30多岁，我见过最懵的一个。就我小时候没有这么说人家放屁的，你说人家放屁，然后你讲的跟这个屁一模一样。我觉得对面俩小夫妻都得懵。俩小夫妻说，本来我们是来吃餐饭，来了解一些投资技巧的，结果听了2个屁。我感觉我们2个人生活和交往过程当中，似乎没有遇到过这种这么杠精的人，是不是？没有，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比较会压制这种杠精，就不是说跟他们对抗，就是我会捧。对，你说的对。哎，如果他杠，比如说像这个大姐，如果跟我说你放屁啊，然后他又重复说了一遍，我肯定会说，我说还是你这个策略好呀，那我就不用跟他说，我说你这策略跟我的策略是一样，捧着他说呗。对，我感觉遇到这种杠的人啊，你越跟他反驳，他越想跟你杠，你越难受，你还不如就是早点就是把自己当个屁放了，把他也当个屁放了就行了。但我觉得有的人会把我们这个策略用偏了。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人，他应该就是那种很喜欢跟杠精对杠的那种人，所以身边肯定有朋友跟他说过，就是你总是反驳别人的意见不好，你得先同意然后再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每次跟这个朋友见面，跟他说任何话，他开口我都不用猜，他的第一句话肯定是你说的这个我完全同意但是叭叭叭叭叭叭叭每次都有，我就想说，那你完全同意在哪儿呢？同意啥了？同意啥了？完全同意后边不应该接但是了，你说？对啊，完全同意你就同意了呗，干一杯，对吧？或者说我买单，对啊。还有一种呢，是有一些人他跟你聊天的时候呢，他听不懂你的言外之意。就比如说咱们上次去内蒙，咱们那个朋友的朋友非常热情，哎呀，非要来做这个小带动啊，想要招待我们。咱都已经吃完晚饭了，他还硬拉着咱们去喝酒。其实当时我是想要通过一些话比较缓和的去拒绝。对，就是说我希望你能够听得懂我的言外之意。对吧？他说啊，咱们去喝酒，咱们这去喝酒怎么样？我说，哎呦，我说今天太晚了。我想说希望你能够听懂，就是我不能说我不想去，我不能说我不愿意去，我想说告诉你太晚了，希望你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就是太晚了，不想去了。他说这晚吗？这一点都不晚，这哪晚了？哎呀，你不知道内蒙咱们这边这个都玩到很晚的，怎么样？好，我心想说那这个不行了。我说我说我们开车了。我想说那你开车了不能喝酒吧？开车，咱们内蒙
遍地都是代驾，代驾很便宜的。而且他说呼和浩特很小的，你从北代驾到南可能只要20块钱。对，反正说代驾很便宜啊，又把我这个又给我弄掉了。然后后来我说我晚上还有工作，我说今天晚上需要有一些工作，反正就是你不管说什么，他都要给你推翻，就是说你必须得去喝酒。就这种有的时候让我就觉得挺尴尬的。哎，那会不会是他觉得你是在假客气，假的推辞他得再热情一点？如果我要是假客气的话，我就不可能推辞3次了，找3个理由了。有道理，因为我刚才听你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这个假客气和真的有言外之意之间到底怎么区分。最多3次，如果他还是拒绝，那就说明真的拒绝了。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不是真的想要拒绝你，他不至于3番5次去找理由。所以千万不要把人家逼到最后说出来那个我就是不想去，人家要说出这个，我觉得就真的是谁都下不来台了。所以大家得能听懂这个言外之意。我感觉我就很少遇到这种言外之意的事儿，因为我每次都是非常直接的。但是六维姑娘经常跟我吐槽，说她有一些朋友或者是相亲对象听不懂她的言外之意。你这让我想起来，其实那一次我在这里头言外之意拒绝人家说我不想去喝酒，你当时其实就很直接啊。我说哎呦太晚了，你说我不想去。我说我们开车了，你说我不想去。我说我们还有工作，你说对我们有工作我们不想去。对不起对不起这位朋友的热情。说回六维姑娘，她说她经常跟人家说我要去洗澡了，其实就是她不想再继续跟你聊了。但是对方经常会说好的，那你洗完我们再聊，就这种。然后过一会儿问他洗完了吗？但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不怪对方那个人，因为你确实是在预设对方是能听懂你的言外之意的。像我就比较喜欢直接的说，在这儿我是觉得怕别人听不懂言外之意的人要向我学习，就勇敢一点，说出真实的想法。而且你也可以道歉呀，就是说哎我不去确实感觉不是很好意思。其实你要用委婉的方式去拒绝，就是可能你内心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拒绝，那你也可以把这个话说出来，就说哎我确实你太热情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拒绝，但确实真的是不能去。对，我觉得就这样子比较真诚，对，比较真诚就好。像我的这种真诚有的时候就比较直接嘛，但是呢这种直接也是得有个度的，就说话也不能完全不经过大脑，特别是有的时候大家聊的氛围比较好比较开心的时候，忍不住想要调侃几句的时候，你说出一个梗你觉得很好笑，但其实别人会觉得受到了冒犯。对，你说这个我之前曾经反省过自己，我应该是在读大学之前，可能也是读书的时候吃到这个东西的甜头，就是你上课的时候比如接话呀，或者说同学之间聊天的时候你接话，大家会觉得说哎很好笑，大家会觉得说很喜欢你。但其实等到你慢慢走进大学，再走进社会，你发现如果你还保持这种别人说话你就接茬，别人一说话你就调侃，别人一怎么样了，做了哪个事情一出糗了，然后你就在那里头插科打诨，其实有的时候确实很伤人。我应该是那个时候可能是身边也有人提醒过我，就是觉得说哎，你不能在这种环境下面经常老是调侃我们或者调侃谁。所以我后来就反省了自己，就是如果要是跟一些人大家并不是非常熟悉的，其实你会发现我都很少讲话。我感觉越熟悉的人越要注意，因为你越熟悉你越容易调侃。就我把这种东西称为社交微攻击，就是他也没有很强烈的在攻击你，但其实时间长了你会感觉到难受，可能当下一个梗你还自己觉得挺好笑的。比如说以前你不是非常不喜欢我乱丢东西嘛，有一次你就跟我说老婆我问你个事儿，我说咋了？你说那个医生看了吗？说什么时候瞎的？你过来看看来，这个袜子你是没看见吗？就在这儿啊！医生说了，你啥时候瞎的吗？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很认真说，哎，有什么事儿？但是你看，当时我其实是笑了，但是太多次这种了，我就会觉得我被攻击到了。就是你可能觉得，哎，我用一个比较幽默的方式来处理，但时间久了，确实我也跟你提过很多次，现在你就不会这样做了。所以那些我觉得比较幽默的人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不要让你的幽默反而给你减分了。大家都说脱口秀是那种冒犯的艺术嘛，所以很多时候你要甩梗，有的时候真就会有毒舌的感觉，或者会调侃到冒犯到别人。但是脱口秀是在舞台上的嘛，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一直都是这样，你好像觉得哦我好像有脱口秀天赋，但没想到其实跟你在一起被调侃的那个人默默的其实已经有点难受了。我在社交当中还会遇到一个困扰，这个困扰跟我自己的专业和职业有关。就是刚开始念大学到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别人问我是干嘛的，我就会说哎，我是学心理学的。一般就会收到的答案就是哎
哎呦，你是学心理学的，那你一定能看出来我在想什么吧。然后到现在呢，没有人这样说了，可能因为学心理学的人吐槽太多次了，大家都知道心理学是看不穿别人的人心的。但是现在我跟人家说我是心理咨询师的时候，他们回我的话就更多了，就他们会说，哎呦，你是心理咨询师啊，那你能不能帮我看看我有没有什么心理毛病？或者有的时候当我在跟别人倾诉，比如说我觉得我挺焦虑的，我不敢开车的时候，别人就会说，啊，你不是心理咨询师吗？你还自己焦虑不敢开车啊？真的不敢相信。就听起来感觉好像他们都是在用刻板印象在评价你。对，我就会觉得这种刻板印象让我觉得挺不舒服的。包括他们还有一个让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他们觉得是在关心我，这个从他们的发心来讲确实是这样。他们会说，哎呦，那你是心理咨询师，那大家都来跟你讲他们不开心的事情，你们当情绪垃圾桶肯定很累吧。这个时候呢，我会觉得我自己的职业好像被人同情了。然后同时呢，我也会觉得他们好像有那么一点点攻击到我的来访，似乎好像那些心理有问题的人去找心理咨询师是会给心理咨询师带来麻烦的。我每次回复他们都会告诉他们说，其实我很喜欢做咨询，因为我的来访每一次他都会有进步，而且就算他在我面前崩溃，我也会感觉到我被他信任了，就是我会在跟我的来访的这种连接当中收获很多很多。我就觉得他们的这种关心，对于我职业的这种关心，有的时候也让我挺有压力的。其实我感觉这些人他们好像都是属于站在自己那个认知层面，然后来评价一些东西。对，而且他们就是会觉得我有点懂，想跟你拉近距离，然后或者说我是对你感兴趣的，他其实是想要跟你产生连接的，只是他这个方法让我感觉到不舒服了。他其实本人是没错的，我自己会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是你对他感兴趣，你要询问，是用那种开放式的提问，而不是用一个很具体是或否，你很累吧之类的，而是说，哎，那你当心理咨询师，你的感觉是什么？你为什么选心理咨询师这个行业？就这种，我觉得我就能讲，引导对方多说话。对，而且你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不是一个很死的问题，会让人家说啊，我不知道说什么。你这让我想到有好多人也有这种刻板印象，就是见到内蒙人就会问，哎呦，你们是不是也天天都骑马呀？见到新疆人就问说，哎呦，你们是不是都会扭脖子呀？什么之类的。我之前也遇到过一个。就是对于我的来自哪里，他们也是，我真的是特别特别不满意。经常有的时候人家问你是哪儿人，我说我是大连人，他说哎呦你也是山东的，我有时候都懵了，我说你他妈的学点地理吧好不好？你刚才都喷口水了。我真的我都不知道咋想的，怎么就山东了？你当时就应该说你放屁，我是山东的。还有一次我去健身房，当时想报个私教课，本来真的都是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想报私教课。结果那个私教就是那种刻板印象，问我说你平时会有什么运动习惯没有什么之类的，我说我喜欢跑步，我说我喜欢跑马拉松怎么样。然后后来他听我就是说什么我好像跑得还挺硬核的之后，他就露出那种巨鄙夷的表情，还那种站起来往后退，然后上下打量我说那不好意思，恕我直言，你怎么看上去都不像一个跑者。当时讲这种话你知道吗？然后我当时讲说，那到底什么样的人像是一个跑者呢？你这个又激发了我的一个创伤，就是我讲英语的创伤。之前我去面试的时候，人家说你这个英语一看不像是留学回来的。我当时就很难受。所以你看这种东西是很伤人的。对。还有一个我觉得我特别想提醒大家的，就是大家对于公务员和体制内工作的一些刻板印象，其实有的时候会很伤人。我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我年少轻狂伤了不少人，主要伤的是6位姑娘。因为我觉得她的工作我有的时候很羡慕，就是体制内对吧，公积金又高，虽然不知道多少钱啊稳定有寒暑假，然后上班什么的，很多时候她都没事干啊。我就经常会跟她说，哎呦你这个工作真好呀。有的时候我甚至有一次经过这个卢湾体育场的他那个管理办公室，我就拍了个照片，我说你看这种工作，像你们的这种工作就是我最向往的。有一次他爆发了就是他很生气跟我说，你以后绝对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他说我每天在我的工作里面非常的煎熬，但你作为我最好的朋友还天天说我这个工作好你完全就是看不见我的苦楚。
虽然他确实也经常跟我吐槽他这个工作怎么样，经常要听命于领导，但我作为一个对体制内工作有刻板印象的人，我就会觉得这些都没关系，你是铁饭碗。就我们可能作为外人，就只会挑那些好的，外人看上去会羡慕的东西，我们就把它摘出来，然后咱们就羡慕。但是那些不好的，那些他其中的那些苦楚，就像他说的，只有他自己在体会啊，你都没体会。对，所以在社交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你甚至是捧他的，你觉得你很羡慕他，你就说这个事情好啊，怎么样的。就所以有的时候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咱得是开放式的提问，而不是下一个结论。就像我现在也是经常收到人家说，哎呦，你干心理咨询师，现在你看国家多重视啊，而且现在的人都有点心理问题，你们这个行业肯定是客户很多，很好吧？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经济下行了，大家饭都吃不饱了，谁还来花钱跟你聊天呀？肯定是下行的。但你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怎么说，你一说不好，人家又觉得你哭穷，就很尴尬。对，所以大家聊天的时候，对于另外那个人的领域感兴趣的时候，或者你觉得你好像懂一点，你要用疑问。对，比如说你可以问一问人家嘛，你说你们这个行业现在怎么样呢？对吧？现在经济这么多，大家都不好，那你们是什么情况呢？是啊，对不对？你别给人家咵一下下个定论，就这种显得好像你很懂，我觉得这种就属于有点自以为是，就反而还让这个聊天翻车了。对，完全就是把自己的意志架在别人身上了。包括还有一种人，他不是跟你聊你这个工作啊什么的，他跟你聊身体。就有的时候你会说，哎呦，我好像有点头疼，或者说我腰一直都不舒服。然后这种人就是他每次都会给你直接说，哎，你是什么毛病？你湿气重啊，湿气重，大部分都是湿气重，肯定就是湿气重，气血不足，湿气重，对吧？你说，哦哟，我睡不着觉，吃不下东西，心慌头晕，他说气血不足，或者说，你身体里有炎症。对，百试不爽。我跟你讲，六维姑娘有一次我跟她见面她两个手上就是这个手肘对面的这个弯弯这个地方全都青了。我以为他遭遇了什么家暴了，就被人这样手握着。我说你咋了？被3只猫压的。他说是我朋友说我湿气重，说我有淤堵，给我拍的。我说我靠，就给你拍成这样了。你说这是拿戒尺拍的吗？对，就是你发没发现现在有这么一群人，就不管你怎么说你不舒服，他都给你定一个什么东西。这在我们那边可太多了，我妈就深受其害。我妈那天跟我说，打电话跟我说我最近这个膝盖不舒服。我说你这个膝盖，我说你最近是怎么了？是不是什么跳舞啊什么用的比较多？我说那你休息休息，少用，对吧？我妈说人家跟我说了要去扎干针，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干针呢？其实就是针灸，在我们那边地方话叫干针，打干针，说去扎干针，说扎干针能好。我跟你讲，我听到这个我头皮都发麻。我们那边这个干针就是针灸，能治一切病，腰疼扎干针，膝盖难受扎干针，腿疼扎干针，睡不着觉扎干针，吃不下饭扎干针，胃疼扎干针，一切全部扎干针，拉不出屎扎干针，就扎干针。放屁呢？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抬杠是不是扎干针也可以接？所以我就觉得就这个东西就属于那种，就跟你说湿气重，它就是一个万用的。你说它有没有用？它肯定不可能一点用没有。但是你说它是不是对症该治这个的？肯定它也不是。我觉得如果是我去看医生，医生告诉我说针灸好，或者说哎你气血不足要怎么补一下，那我肯定是听的呀。对。但你一个每次你都告诉我是这个的，那我怎么可能信你呢？你专业也不是这个。我跟你讲，我现在就觉得啊，就是这种什么说你湿气重，说你气血不足，包括像我妈他们那些朋友说你去扎干针的，这种含金量跟多喝热水没什么区别。不过话说回来，他们都是好心，就是他们确实可能扎干针成功了，就是所以就他才会推荐你去干这个嘛，毕竟他也不会有提成啊，对不对？OK， 那你看我们今天也吐槽了这么多，其实我们两个人说是吐槽，也一方面一边吐槽一边也反省自己。说心里话，其实社交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咱们可能不会想那么多，就不会在大脑里面过那么多。有一些行为我们下意识的做出来，确实可能会给周边的人带来一些不适的感觉。我觉得一方面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大家如果要是在我们今天聊的这么多吐槽的行为当中，大家觉得说自己身上好像也有一点，没关系，像我就有好几点。对，大家知道自己有，大家可以慢慢的去调整，慢慢的去修改。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咱们如果自己很讨厌的一些行为，千万不要自己也
也成为这个行为的表演者，千万不要在社交当中也做出来这些行为让别人反感。我觉得我在这期节目当中讲到的很多是我的心路历程，就是我讨厌的，包括我自己做了讨厌的，我怎么去调整。我自己的一个心得体会就是一定要去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别人是什么感受，就是如果你被这么说，你会不会难受？如果你会难受，那你也就千万不要这样做，要做到克制。我觉得社交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克制。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很需要社交，我很需要在一个社交场景当中去展现自己，但是其实别人也是这么想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给自己舞台的同时也要给别人舞台，我们是交流嘛，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到克制。OK， 那么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也祝大家在自己的社交当中能够送出正能量，也能够收获正能量。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